大家都以为川普上台好像很了不起，就觉得好像说是全世界因他而改变。其实我觉得不要说保护我们了，你自己关岛守不住。我这次看珠海航空展，我觉得我放心，因为解放军他发展这些武器都是针对我们，都针对关岛。不管是彩虹7隐身式的大型轰炸机，它虽然说只能带4枚的导弹，可是我400架飞机我可以带800枚啊，再加上鹰击21，它歼20打出去。你说，它真的很差，它吹球吹得好，500公里就可以发现它。问题它1000公里打完以后，它就回头就走了。那对你关岛来讲的话，你的威慑性多大？我们保卫定义说你派兵来帮我们打仗，我们台湾的保卫我付钱给你，你跟保全公司一样，就没想到进来的航道身强力壮的，结果保全公司派来一个70岁的欧基上，他如何保护？现在空军作战，我把它比喻成一场足球比赛。那前锋是无人机，第二个就是有人机的歼35、歼20，我把你后面的预警机打掉，把你眼睛戳瞎。然后紧接着下来歼15、歼16，大批的大弹卡车来对你攻击，甚至于如果渗透远一点的话，就是彩虹7。假设真的开战，一定是无人机、无人船、无人狗，甚至机器人，所以完全改变了战场生态。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he host. 从这次珠海航空展，我们看到很多种武器了。我觉得，当然啦，你说解放军现在去攻击美国的本土来讲的话，可能还没有这个能力。可是打关岛是绰绰有余。我们看到习近平他就是去看东风26嘛，他看的导弹数量就59枚嘛。东风26号称关岛快递，号称航母杀手。那我试问你，我们就以这59枚来讲，你关岛多大面积，你承受住承受不住，对不对？然后如果说再加上鹰击21这一种也是超高音速的空射型的导弹，原来以为要轰6才能够打得出去那么大一颗，结果他昨天就打给你看，他歼20打出去了。歼20是隐身战机哦，隐身战机就算他再不济好了，鹰击21的射程是1500公里到1000公里，他就算再不济，他接近你到1000公里是绝对没有问题，你发现不了他，对不对？你说，他真的很差，他吹球吹得好，我500公里就可以发现他。问题他1000公里打完以后，他就回头就走了。我觉得美军现在来讲，你不要在那边吹牛了，大家都以为把川普上台好像看得很了不起，就觉得好像说是全世界因他而改变。其实我觉得真的我们交了保护费，我试问你，不要说保护我们了，你自己关岛守得住守不住？现在我这次看珠海航空展我有个感觉，我觉得我放心了，因为解放军他发展这些武器都不是针对我们台湾，都针对关岛的。他就已经不以你台湾为主要的对手目标了嘛？他设计的武器作战构想就是完全是针对美国，所以你看他设计出来各种武器，不管是彩虹7隐身式的大型的轰炸机，他虽然说只能带4枚的这种导弹，可是我4枚导弹，我400架飞机我可以带800枚啊。那对你关岛来讲的话，你的威慑性多大？所以我觉得美国现在大家不要把川普当作跟神一样，觉得他上来他呼风唤雨，全世界都要听他的话。我觉得他是不是真的能够保卫台湾，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来讲的话，他可能会评估说我到底要付出多少代价。所以保卫，我们的保卫跟他的保卫定义不一样。我们保卫定义说你派兵来帮我们打仗，我们台湾的保卫我付钱给你，你跟保全公司一样，你会把我钱到我们家来站门口。如果说有小偷进来，你要来帮我打他，结果没想到进来的强盗身强力壮的，结果他保全公司派来一个是70岁的欧基上，他怎么保护你？对不对？他连他自己公司都不见得保护住。那其实我也认为说，俄乌战争来讲的话，美国上台，川普是不是就能够结束俄乌战争？我也认为结束不了，因为美国现在已经不是10年前的美国了。现在来讲，俄乌战争那边来讲的话，是普京讲话算话，普京要结束才结束。将军，刚才您都提到珠海航展，大家是非常期待你来解析。F-35B 很短腿，没错，就是最大问题是它载弹量太少，因为你等于你没有多少作战力哦，你打完就大家下去了嘛。因为 F-35B 它主要是陆战队使用，是2栖登陆的时候给地面的陆战队来实施空中的火力密接支援作战，所以它不需要飞得很远，它只要从它的2栖攻击舰能够到陆地实施攻击作战就够了，它只要提供这个陆战队必要的密接火力，这点我必须要讲实话。那再来我们来聊9天无人空中通用平台它是一个无人机通用平台。那另外还有我们也可以看到大型的水面无人作战舰艇所以无人化是这一次的重点。其实这次我蛮看重这个彩虹7，对，我也是，这很漂亮而且大家了解无人机翼展27米最大起飞重是
8吨哦，升限来到 1.6 万米，哇，这跟有人机没有什么两样了，而且它还做了一个类似弹射的那种感觉，到底是不是可以在航母上丢呢？无侦机顾名思义，它是属于一种高空侦察机啦。那它可以在天上飞的时间很久，这因为它不需要有人在上面，它航程将近有400公里那么远。那主要是侦察的功能。第二个，它为了要侦察，所以它可以飞得很高那飞机体积又很小，你不容易发现它，也不容易打到它。但是它最大的功能在什么？第一个当然是侦察，把前面的情报传回来。所以你知道现在空军作战，我把它比喻成一场足球比赛，就是你一定有前锋嘛，也有主力嘛，也有后卫嘛，也有守门员嘛。那前锋是谁？前锋就是像这种无人机嘛，它跑在最前面看完敌情。第二个就是有人机的歼35或者是歼20，我把你后面的预警机打掉，把你眼睛戳瞎。然后紧接着下来的话是歼15，对，或者是歼16，大批的炸弹卡车来对你攻击。然后甚至于如果说我要渗透远一点的话，就是彩虹七。那另外来讲的话，我觉得这是空来讲，让人家觉得哇操，9天这种东西根本就是怪物啊。9天它是蜂巢式的无人机，它那个箱子可以换装各种东西，它等于是一个集装箱在那个地方的概念。对，那你要装什么东西你自己用嘛。我丢下来以后，它自己还可以往前面飞40公里，自己去找目标，相当于类似一种巡飞弹的概念。对，它弹量不大，可是它炸你一辆战车绰绰有余，而且它不是说是漫无目标乱炸射，你知道，它自己会去找目标来炸射。另外还有一颗海上的普京号大型无人作战舰哦，它这个舰长呢来到了58米哦，排水量是500吨，可以续航4000海里啊，还配备呢直升机甲板、有源相控阵雷达、垂直发射装置，那还有呢这个遥控武器站等先进装备哦。它的优点当然第一个快了，但是构建上面就建造比较复杂一点，因为你管线各方面来讲你要拉倒，那转弯来讲机动性可能不是很好，但是它优点就是逆中性很好，因为你看它主船体来讲的话，正面很细长，所以你雷达不容易发现它，你拿它来跟我们沱江号比，你就知道。而且我有一个疑惑是说，有源相控阵不就我们俗称的神盾吗？这么奢华的吗？所以这东西真的是很可怕，所以我一直强调说，这是驻海航空跟像这种武器就针对美军的了。应付我们台湾来讲的话，有一点这个杀鸡用牛刀，所以我觉得这种未来的作战无人机舰一定是改变战场。我最近有看到一个讨论，就在讲这个说，如果真的是要登陆台湾作战的话，不可能再用人肉去填。假设真的有台海开战的这个状况，无人登陆一定是无人机、无人船、无人狗，甚至机器人先行推进。而且你想想，它就算是运送这些机器狗，它也不需要有人的直升机啊。它现在有很多运输机是无人，那还有一个是讲说城镇战的机器狗，相信它现在叫机器狼，它夜间也可以作战。它有红外线，所以说它不分白天晚上，它会一直跟你打到你睡不着觉。相信这也是一个关键的。我认为这个跟俄乌作战的经验有关系。俄乌作战大量的装配了夜视装备，对，所以完全改变了战场生态。所以这机器狗它也是红外线的，它可以热感应啊。对啊。但是我觉得这当然对我们防卫作战来讲的话，有时候我们现在来讲，国防部自己要去思考。我现在举一个想定如果说真的是突然有一架运输型的无人机，然后突然从天而降下来一群这种机器狗，控领一个机场以后，紧接着下来大型的无人机下来，然后也是一群机器狗，那我们怎么去应付？